奥特曼融合后的战力到底谁更强？众所周知，神秘斯奥、雷杰多、赛迦都是融合而来，但也有其余奥特曼的融合，几乎也达到了神秘斯奥的战力。鉴于欧布这个老六融合形态实在太多，我们只给融合奥特曼排个前10，看看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想排名。注意，此排名纯属图一乐，有不同见解可在评论区探讨。第10名，至高盖亚，主要战绩 TV 中7次登场，保持全胜。至高盖亚是盖亚融合了阿古卢的力量而进化的形态，是地球意志的最强展现。虽然设定上此形态只能维持1分钟，但在 TV 总共7次的登场战斗中，除了最终一战需要和阿古卢配合才击败的 BOSS， 其余6次都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胜利。在后续作品《超时空大决战》以及《奥特石勇士》中也有过出场，不过也并未展现出至高盖亚的全部实力。虽然在2023年的舞台剧中有推出过更强的超级至高形态，但尚未在 TV 中正式登场，因此仅以至高盖亚的形态和战斗表现来看，只能排在第10位。第9名，银河维克特利，主要战绩战胜艾塔尔加。银河维克特利首次出场于银河剧场版决战奥特石勇士，是李唐光和翔经过赛罗特训，并且由奥特之王赠予的奥特融合手镯融合而成的究极融合战士，并且手镯中蕴藏了8位平成奥特战士给予的力量。面对巨大的路基埃尔傀儡，能够做到一击秒杀，并且能够压制住连究极赛罗也无法击败的大 BOSS 艾塔尔加，最终利用奥特融合光线将其击败。但在后续的作品中，银河维克特利的表现力均不及首次出场，因此也只能排第9位。第8名，格罗布奥特曼，主要战绩击败托雷基亚和黑利。格罗布登场于罗布奥特曼剧场版，决定了羁绊的水晶是由罗索、布鲁、格里乔3位奥特曼融合而成，象征着3兄妹之间亲情的羁绊。虽然对手的名气并没有其他融合奥的对手名气大，但其真实实力在奥特银河格斗1中有体现。托雷基亚因畏惧格罗布的力量，开篇便让奥特黑暗杀手先将格里乔囚禁，阻止格罗布的出现，而不是忌惮于其余的新生代奥特曼。虽然在战斗中格罗布有重创于奥特黑暗杀手，但实际战绩的不足，只能排在第8位。第7名，泰迦3重斯特利姆形态，主要战绩战胜宇宙恐魔人杰特。泰迦3重斯特利姆形态是由泰迦、泰塔斯、风马3位奥特曼融合而成，首次出场于泰迦奥特曼第16话，轻松击败了赫尔贝洛斯和暗夜毒牙2头怪兽，并且与托雷基亚的对战中也轻松将其压制，最终发射3重斯特利姆爆裂将其击败，并且在奥特银河格斗2中经过特训实力更上一层楼。而他们的对手则是宇宙恐魔人杰特，是由百特星人制造的专门对抗奥特战士的生物武器，号称历代最强杰顿，设定上比海帕杰顿还要强，拥有自主意识，能够召唤所有历代杰顿参与战斗。然而就是这么强的设定，在泰迦升级版的3重斯特利姆形态下依然不够看，在泽塔的辅助下轻松碾压了单体杰特。就算杰特再次召唤出一群杰顿，泰迦也能发挥出全部实力，将自身能量最大化，化身闪耀状态，一发彩虹斯特利姆射线就将其全部击杀。这战力表现排在这个位置无可争议。第6名，不死鸟的勇者凤凰梦比优斯，主要战绩联手佐菲战胜黑暗宇宙大皇帝安培拉星人。梦比优斯凤凰形态登场于梦比优斯 TV 最终话，是由梦比优斯与盖斯的伙伴们以及希卡利的骑士气息共同融合而成，是人类与奥特曼之间羁绊的具象化表现。而他们的对手也足够强大，黑暗宇宙大皇帝安培拉星人曾在3万年前率领怪兽军团入侵光之国，那个时候的奥父名为太监，和贝利亚联手对抗安培拉星人，但依然不敌。最终年轻的奥姆玛丽送来了光之国代代相传的终极圣剑，太监因此能量爆发，才将安培拉星人击败。不过鉴于凤凰梦比优斯全程还是借助于佐菲以及斯贝修姆放大器，才将安培拉星人击败，排在第6无可厚非。不过肯定有小伙伴会认为凤凰梦强于无限梦，因为这个形态算是维新形态，人奥羁绊大于蝶亮形态，但它的表现力还是稍逊一筹。第5名，超级泰罗，主要战绩击败融合宙达力量的超合体怪兽古兰特王。超级泰罗首次登场于1984年上映的《奥特物语》，是泰罗融合了5位哥哥的终极形态，而他的对手则是当时的最强宇宙反派宙达。他将所有的怪兽合体成为古兰特王，并将自己的力量全部传输给他。奥特6兄弟不敌之后，将能量传输给泰罗，融合成为了超级泰罗。此形态轻松碾压了古兰特王，并且发射宇宙奇迹光线，轻松将其击败。在后续的奥特银河格斗2中，奥特6兄弟再次融合成为超级泰罗，也用同样的光线击败了宙达以及莫尔德，作为奥特历史上首位融合奥，其战力表现排在第5，实至名归。只可惜远古欠超级泰罗一个皮套。第4名，无限梦比优斯，主要战绩击杀 U 杀手萨乌鲁斯以及全灭阿布索留特士兵。无限梦比优斯登场于2006年上映的剧场版《梦比优斯与奥特兄弟》，面对7位奥特兄弟都无可奈何的究极超兽萨乌鲁斯，
奥特六兄弟将能量全部融入梦比优斯体内，诞生了无限梦比优斯，仅仅一击就贯穿了萨乌鲁斯。在后续奥特银河格斗3中，无限梦比优斯再次登场，两个大招直接团灭了阿布索留特所有的士兵。虽然所战胜的对手实力并没有特别强，但他肯定要排在超级泰罗之前了，而且他的真实实力到底几何，至今也并未展现，因此排在第4位。第3名，赛迦奥特曼，主要战绩击败海帕杰顿，将赛迦排在第3位。绝对有小伙伴不服了，因为作为神秘4奥之一，怎样也得排前2吧。别急，我们先明确一点，神秘4奥并不是单单指的战力。再者，我们来看一下赛迦的设定，他登场于2012年的剧场版《奥特曼传奇》，是由高斯、赛罗以及戴拿索融合而成的奇迹中的战士。从他登场的画面就可以看出神性拉满，而他的对手是号称宇宙的破坏神海帕杰顿，能够轻松击败了高斯、赛罗以及戴拿。即使赛迦出现，也几乎和他打个5-5开，要不是最后人类的协助，两者的战斗是很难分出胜负的。而就从这一次的表现力来看，赛迦并没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，而且后续宇宙恐魔人杰特的设定甚至比海帕杰顿还要强。但鉴于作为神秘4奥之一，奇迹中的战士，神性拉满，皮套高达40万，排在第3真的可以了。第2名，令加奥特曼，主要战绩击败融合托雷基亚的邪神魔兽格里姆德以及古阿帝王，将令加排在第2名，完全是因为令加的设定太离谱了。他首次登场于泰迦剧场版新生代之巅，是融合了11位新生代奥特曼最强形态的究极奥特战士，包含了排名第7、8、9位的融合力量，已经属于开挂级别的存在了。面对大 boss 邪神魔兽格里姆德，几乎以碾压的姿态施展令加究极爆裂，将其彻底消灭。随后在奥特银河格斗3中，古阿军团的首领古阿帝王轻松击败了几乎所有新生代的最强形态。为了将其消灭，新生代最强形态再次融合，令加再度登场，并且毫不费力压制了古阿帝王，打得其几乎无还手之力，最终发射令加究极爆裂将其击败。按照战力表现来看，令加几乎无敌手。第1名，雷杰多奥特曼，主要战绩摧毁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，吓退 QQ 生命体塔尔塔洛斯。作为神秘4奥的另一位融合奥，雷杰多的设定以及战力表现远超赛迦，他被称作为传说中的战士，大宇宙的意志。而这个大宇宙是所有宇宙的统称，并不是某一宇宙，就连宇宙正义德拉西翁也得靠边站，并且他是像诺亚奥王一样真实存在的，不是融合诞生，而是融合召唤出来的。首次登场于高斯剧场版最终决战，在高斯以及杰斯提斯被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碾压式击败后，这两个奥特曼计时器及宇宙中两股强大的力量相遇之时，在光辉之中就会展现他真正的身姿。雷杰多奥特曼就此出现，他施展极光之力，将千兆恩多拉的光线全部吸收，并且释放火花传说，就轻易摧毁了千兆恩多拉。德拉西翁也只能放弃重置地球的计划。在奥特银河格斗2中，高斯和杰斯提斯往前一站，什么大招都敢接，直接召唤出雷杰多，一招火花传说，直接吓退了塔尔塔洛斯，话都不敢说一句，足以可见雷杰多的威慑力，因此雷杰多排第1，无可争议。